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人情往来，最忌越界。过度主动，不仅容易让人反感，还可能破坏一段关系。有些人总觉得主动关心、主动帮助、主动付出，才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但现实往往是，过度的主动非但不能换来感激，反而可能让自己陷入尴尬，甚至被误解。真正成熟的人，懂得掌握分寸，明白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至关重要。一，主动替别人出头，可能换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不少人天生富有正义感，看到朋友受委屈，第一反应就是替朋友出头，替他们打抱不平。但现实情况往往是，冲动之下的仗义直言，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让自己陷入困境。小李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的朋友小张和同事发生了矛盾，小李义愤填膺，立刻站出来，在朋友圈里发文指责对方的不是。结果过了几天，小张和同事和解了，而小李却因为过激言论成了众矢之的，不仅让自己在公司里落下了爱管闲事的名声，还被朋友埋怨多管闲事，把事情闹大了。替人出头，最怕的就是热脸贴了冷屁股。很多时候，看似受委屈的人，并不是真的需要我们站出来主持公道，他们可能只是一时情绪激动，或者只是想要发泄心情。贸然出手，非但不能让对方感激，还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真正聪明的人，在朋友遇到问题时，更多的是提供情绪上的支持，而不是冲动地帮他们打架。二，主动插手别人的家务事，往往吃力不讨好。朋友之间的关系再亲密，也不代表可以随意插手对方的家庭事务。夫妻、亲子、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，往往复杂而微妙，外人很难真正弄清其中的利害关系。如果不分场合，不问缘由就贸然介入，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棘手。小王的闺蜜和男朋友吵架，气冲冲地向她倾诉。小王听完非常气愤，替闺蜜打抱不平，直接找到对方男友质问，甚至劝闺蜜赶紧分手。可没过几天，闺蜜和男友和好了，反倒觉得小王多事，两人关系渐渐生疏。家庭矛盾和情侣争吵，很多时候只是一时情绪上的波动，过不了多久，当事人自己就会找到解决的方式。外人插手，看似是帮忙，实际上却是让自己成为矛盾的一部分。真正明智的做法，是在对方主动求助时提供适当建议，而不是贸然介入。三，主动付出，从不求回报，容易让自己受伤。许多人觉得付出不求回报是一种美德，甚至认为只要自己对别人足够好，就能换来对方的珍惜。可现实是，单方面的无条件付出，往往换不来真正的感激，反而可能让自己变得廉价。小刘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和朋友出去吃饭，总是主动抢着买单，生怕别人觉得他小气。朋友遇到困难，他总是不计代价地提供帮助，甚至自己吃亏也无所谓。然而，时间久了，他发现那些曾经接受他帮助的人，渐渐地把他的善意当成了理所当然，
甚至当他偶尔没有主动买单时，还有人调侃他今天怎么不大方了。适当的付出可以增进感情，但过度的主动却会让人习以为常。一旦你习惯了单方面付出，对方也会慢慢习惯接受，甚至觉得这是你应该做的。真正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平衡的，彼此付出，彼此珍惜，而不是一方无条件的奉献。4. 主动透露秘密可能成为别人的谈资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需要建立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分享秘密来拉近关系。许多人觉得主动向朋友透露自己的隐私，可以让彼此更加亲近，但现实往往是，秘密一旦说出口，就不再是秘密。小赵曾经有个朋友，两人关系非常好，于是小赵毫无保留地向对方倾诉自己的一些私事，甚至包括自己工作上的困难、感情上的烦恼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发现自己的事情被传到了其他朋友那里，甚至被人当作闲谈的谈资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绝不是靠秘密交换得来的。真正成熟的人，懂得分辨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。适当的倾诉是必要的，但不应毫无保留地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别人，尤其是在没有完全信任的情况下。过度主动，往往适得其反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界限感。真正高质量的关系，不是靠无限度的主动来维系，而是彼此尊重，适度保持距离。主动不是坏事，但过度主动却是大忌。学会观察对方的需求，判断自己是否真的需要介入，学会衡量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，避免让自己陷入单向消耗，学会管理自己的言行，保持适当的神秘感和边界感。这些才是维系一段关系最好的方式。再好的关系也需要分寸感，懂得适时收敛自己的热情，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才能让感情更加长久而稳定。